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古装美男 vs 肖战权谋大佬，两大顶流对决，谁能拿下年度王炸？救命！肖战和诚意这波 battle 也太刺激了吧！最近刷到《藏海传》预告片，鸡皮疙瘩直接起了一身。肖战这次是真的杀疯了，从预告里的眼神戏就能看出，他这次是卯足了劲要和诚意一决高下啊！先说说这《藏海传》，简直就是古装权谋剧的天花板级别。郑晓龙导演亲自坐镇，这可是拍出《甄嬛传》《芈月传》的大导演啊！他盖章肖战演技大爆发，这话分量可不轻。肖战在剧里演的是个复仇谋士，从不依到首府的逆袭剧本，朝堂不义、家国大义全都有。预告片里他眼神从隐忍到爆发的转变，直接让人想起当年《琅琊榜》里梅长苏的名场面。不过这次肖战可是自己实打实扛下了所有戏份，据说拍摄时他为了演好病弱状态，直接瘦了10斤，连走路都得让人扶着，这敬业程度简直了。再看看诚意，最近势头也猛得很。莲花楼里的李莲花让他坐稳了古装美男的位置，长安24季又挑战了悬疑题材。不过说句实话，诚意这2年虽然作品不断，但总感觉少了点能让人眼前一亮的突破。反观肖战，从《陈情令》到《王牌部队》，再到现在的《藏海传》，每次都在尝试不同的角色类型。特别是去年演话剧《如梦之梦》，连续8小时的舞台表演，台词功底和情绪把控都上了好几个台阶，连业内前辈都说他完全不一样了，这转型速度简直开了挂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肖战这次压力可不小，《陈情令》已经过去6年了，观众对他的印象还是未无限。梦中的那片海和骄阳伴我，虽说播的时候反响都还行，但一直没到那种全网刷屏、出圈的爆火程度。这回《藏海传》要是能狠狠爆一把，肖战可就算彻底甩掉流量这个帽子了。咱就说剧组这回下的本钱也真不小，光服化道就砸了1个亿，大到场景布置，小到道具摆件，都是照着历史上的样子实打实做的。演员们怎么站、怎么做、怎么说话，都专门请了礼仪老师来抠细节。肖战自己在采访里也提过，为了演好这个权谋角色，私下把《资治通鉴》翻了个遍，台词本都被他翻的边都卷起来了，看得出来是真下了功夫琢磨角色。再看看诚意那边，虽然莲花楼成绩亮眼，但后续作品似乎有点接不上。长安24季虽然题材新颖，但预告里的剧情看起来有点像长安12时辰的低配版。而且诚意最近频繁参加综艺，虽然曝光度上去了，但也被不少网友质疑不务正业。反观肖战，除了必要的宣传，几乎看不到他在综艺里露面，一心扑在作品上，这波闷声干大事的操作，确实能圈不少好感。其实这2位的竞争，本质上是流量演员转型实力派的较量。肖战用话剧和正剧证明自己，诚意靠古装和悬疑剧巩固地位。不过在这个剧抛脸横行的时代，观众对演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了。肖战这次在《藏海传》里到底啥成色？说白了，就看这回能不能从顶流跨进戏骨的门槛。再看诚意这边的长安24季，要是还在老路子里打转，保不齐就被定死古装专业户的标签上了。肖战 vs 诚意巅峰对决，藏海传赴山海，谁能赢下古装剧票房？当肖战化身权谋算计鬼才，诚意上演一人分饰3角。2025年5月的荧屏将迎来一场史诗级对决，《藏海传》与赴山海的武侠 vs 权谋大战，不仅让观众陷入选择困境，更让导演郑晓龙和林峰2大国剧教父同台较劲。究竟是《甄嬛传》导演的权谋美学更胜一筹，
还是武侠穿书新概念颠覆传统？这场对打背后藏着中国古装剧市场的终极密码。从灭门遗孤到涉续变侠客，两部剧如何用剧情吊打观众？藏海传以10年复仇为何，将权谋与家国情怀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。肖战饰演的藏海从落魄书生到铁血谋士，每个眼神都暗藏杀机，雨夜是仇时的隐忍克制，得知挚友背叛时的瞳孔震颤，甚至茶盏溅水3滴的细节，都在无声诉说朝堂如棋局的残酷。而傅山海则另辟蹊径，用现代社畜穿越武侠世界的设定玩出新梗，诚意一人分饰3角，从颓废咸鱼到热血少侠，再到腹黑反派，每个角色都自带破碎赶萧秋水单挑武林盟主时见花如诗，李晨舟摩挲剑柄时冷意入骨，甚至用 KPI 思维整顿江湖的台词，都让观众直呼上头。流量对决演技，肖战与诚意谁更扛剧？肖战的顶流逆袭之路从未停歇，从《陈情令》的蓝忘机到梦中的那片海的陈长安，他一步步撕掉古欧脸的标签。如今《藏海传》中的藏海，需在朝堂上运筹帷幄，在情感线上辗转反侧，甚至要靠眼神戏撑起40集权谋大戏。而郑晓龙导演的甄嬛式权谋美学加持，让每场戏都暗藏玄机，比如藏海与当朝首辅的试探对话，仅凭茶水溅出的湿痕就能传递千军万马般的紧张感。诚意则用打戏美学家的称号证明实力，莲花楼中一人单挑10人的长镜头让武侠迷疯狂。此次傅山海更是升级挑战，竹林对决中剑碎随招式翻飞如舞，玄铁拳套的硬核力量敢堪比之狼，甚至用身体写诗的武术指导都盛赞他把武侠演成了东方玄幻。平台博弈，央视 vs 双平台联播，谁能撬动更大流量？藏海传押宝双线作战 ，CCTV8 黄金档覆盖家庭观众，优酷独播则收割互联网热度。这种传统媒体加新媒体的组合拳，既保证了基础收视率，又为肖战的粉丝经济提供爆发空间。而傅山海选择腾讯视频与爱奇艺双平台联播，瞄准年轻观众的追更习惯。数据显示，两部剧的预约量已双双突破350万，但《藏海传》凭借郑晓龙加肖战的金字招牌，在微博话题榜上持续霸榜，而傅山海则靠武侠穿书新概念在 B 站掀起二创热潮。这场平台之争，实则是稳定流量与爆款潜力的博弈。观众审美升级，权谋 vs 武侠，谁更懂成年人的心？当《琅琊榜》《甄嬛传》的权谋叙事已成经典，傅山海的穿书武侠能否开辟新赛道？答案或许藏在观众的口味进化里。如今的观众既爱《藏海传》里朝堂博弈的烧脑快感，也馋傅山海中社畜逆袭的爽感。前者用沙盘推演权斗，后者以带薪整顿江湖内卷解压。两部剧恰好满足了成年人对深度叙事与情绪宣泄的双重需求。正如网友调侃，白天看藏海下棋，晚上看萧秋水飞天，遥控器都按不过来。终极预言，谁能笑到最后？这场武侠 vs 权谋的对决，本质是古装剧市场的未来方向之争。藏海传若能延续甄嬛传的品质，有望成为年度口碑剧，而傅山海若创新成功，或成武侠新标杆。但归根结底，观众的选择永远基于真实体验。当肖战的权谋、算计与诚意的江湖恣意在屏幕上交锋，真正的赢家或许不是导演或演员，而是敢于为热爱买单的你我。